你聽。這個聲音，我們今天整個早上在春國帶的森林裡聽到好多次，很細、很碎、很快，聽起來就像它在附近，但問題是我們聽得到它，卻找不到它。我們站在樹林裡，一下看左邊，一下看右邊，一下又抬頭看看樹冠，聲音明明在附近，但鏡頭一舉起來，看到的卻是白頰山雀。再找褐頭山雀、小心頭啄木。下一路甚至都比它還要好找。傳說中的小雪精靈北長尾山雀就是一直沒有現身。今天我們來到道東根室的春國帶野鳥公園，目標很簡單，找到它，拍到它，也想看看這個被很多人說是賞鳥聖地的地方到底有多厲害。這一天比我們想象中還要曲折。我們追着聲音走進森林，最後帶回來的不只是一隻鳥。拍攝野生動物時，請記得不逼迫、不餵食、不干擾。想要拍攝自然的奇蹟，請務必保持最美的距離。怎麼回事啊？好，这邊呢？離開羅臼之後，我們一路往根室移動。我們到標記了。對。好快啊！到根室了。對。到根室了，這裡的感覺跟前面幾天完全不一樣。羅臼是海雕、魚鴞、港口、雪山，還有很強烈的海邊氣味。圓山公園是城市旁邊的森林，但春國帶是一種很開闊、很安靜又有點荒涼的北方感。而且這個雪好像比較少，對不對？對。好酷哦！真的往南就比較沒有雪了。少很蠻多的，少很多，真的少很多。它位在根室灣和豐蓮湖之間，一邊是海，一邊是湖，中間有森林、濕地、草原、沙洲。這裡給人的感覺不是單純的一座公園，比較像是北海道把好幾種自然環境塞進同一片土地裡。我們在馬路上遇到馬路，小心哦！你有拍到嗎？有。嗯，对，这个。目的地在你的左手邊。你看，好近啊！我可以停這邊嗎？可以啊。三輪車位吧？不是，這麼遠應該不會是。好可愛啊！他們就在路邊。這邊真的到處都是路哎。對啊。剛到這裡的時候，我們其實蠻興奮的，因為我們還沒有遇到小雪精靈，聽說這裡很有機會看到。心裡想說，春國帶都來了，這次應該可以成功見到了吧？一到停車場附近，最先迎接我們的不是鳥，是一群蝦夷鹿。他們就這樣很淡定地出現在路邊，有的在吃東西，有的站着看我們。但這裡也不是只有可愛的一面，在自然中心附近，我們也看到熊出沒注意的標示。雖然我們這次是冬天來，當下也沒有真的覺得會遇到熊，但看到這樣的標示，還是會讓人稍微收斂一點。畢竟來這種地方找鳥，不能只盯着觀景窗，也要看路、看天色、看周圍環境。尤其這裡有積雪、有腐葉、有泥濘，有些地方走起來不是那麼好走。拍鳥很重要，但安全走回來更重要。正式進入森林之前，我們先來到這邊的自然中心，裡面有路線資訊，也有最近的鳥況記錄。我們今天最想找的，當然就是北長尾山雀，也是大家很常說的小雪精靈。其實，在來北海道之前，我原本以為北長尾山雀應該就跟台灣的麻雀差不多，到處都看得到吧。畢竟它在北海道那麼有名，很多伴手禮、插圖、明信片都會看到它。結果來北海道這麼多天，我們硬是一隻都沒看見。所以今天來春國帶，我心裡其實有點期待，但也有點壓力。如果連這邊都找不到，那我真的會開始懷疑，是不是我們跟小白團子沒有緣分。大家好，我是波爸。我們現在人在北海道根室的野鳥公園，來看看今天能找到什麼小可愛吧。走。
一走進森林，我們就覺得穩了，因為鳥叫聲真的很多，四面八方都有聲音。而且我很快就聽到很像北长尾山雀的叫聲，那種細細碎碎的聲音一出現，比鬧鐘還有用，整個人會瞬間醒過來。有北长尾山雀，有北长尾山雀，有北长尾山雀，不知道找不找得到。这是我在北海道最想拍的鳥之一。好，它在附近，這次一定可以。我們甚至用 Merlin 辨識，它也一直跳出北長尾山雀，所以真的不是我幻聽，它真的有在附近活動。但接下來才是困難的地方，你聽得到，不代表你看得到，更不代表你拍得到。我們順着聲音找過去，第一個拍到的是白家山雀，它也很可愛，小小一隻，在樹枝間跳來跳去。真的很棒，很棒啊！我們要謝謝我們群組的好朋友，朋友推薦的。对。有看到小雪精，再往裡面走，有看到茶富師，它完全不按一般鳥的路線走，直接在樹幹上爬上爬下。再往前，褐頭山雀也出現了，小小一顆，毛茸茸的，是一顆巧克力口味的小饅頭。野鳥公園早上的森林其實很熱鬧，我們一路走一路拍，真的收穫很多。只是耳朵一直被那串細碎的聲音牽着走，每次聽到那個聲音，我們就會停下來，看看有沒有白色的小影子在裡面跳動。好可愛呀！秋沙，好近哦！对啊，哇，這啄木鳥聲音也太大了吧！嘿，怎麼那麼可愛？Hello。時間慢慢接近中午，森林裡的鳥叫聲也開始少了一些，我們走的也有點累了。因為現在時間又到了鳥鳥們睡午覺的時間，然後等下下午大概1、2點，鳥鳥比較出來的時候，我們再來晃，繼續晃。那就先休息一下，吃個飯，下午再回來。來到根室，當然要吃一下有名的根室花丸。這家是根室起家的迴轉壽司，我們吃的是在根室市區那間，從野鳥公園開過去不會太遠，大概10幾分鐘左右。這餐對我們來說比較像是中場休息，早上找鳥找了半天，精神消耗其實有點多，所以中午這餐來補血重開機一下。
這家根式花王回轉壽司整體是好吃的，食材新鮮，選擇也多。我們原本期待拉得超級高，所以吃完覺得是好吃，但沒有到驚豔。不過在一個早上早鳥找到眼睛快脫窗之後，能坐下來吃一餐超新鮮的壽司，還是很爽的。吃飽之後，我們決定回野鳥公園再戰一次。好多哦，他們都出來吃草了。我来看这只牙牙，这只是小嘴。都好。我在錄影。好。我們又進來啦，吃飽喝足，再戰一次。現在下午大概2點半、3點左右，我們繼續走，把這一圈走完。出發。這次我們決定往另一個方向走，一方面是想換路線，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光線。早上的方向現在比較逆光，就算聽到聲音，抬頭看過去也很難分辨樹枝裡到底有什麼。下午的這個方向，光線對我們比較友善，看樹枝間的小影子應該也會比較清楚。而且我們這次決定慢一點，早上比較像追着聲音跑，下午我們想試試看，聽到聲音之後先停下來，不要急着往前走，先看樹枝怎麼動。看鳥群往哪邊走，等它們自己露出線索。走進去一段之後，那個聲音又出現了。這次方向很明確。波妞先看到了前面樹叢裡有很小的身影在穿梭，而且很多只，非常多只，那種路頭上，然後跳來跳去，那幾只全部都是。等一下。有好多只，有好多只跳来跳去。樹枝間真的有幾個小小的影子一直在跳動。一開始其實真的看不太清楚，因為它們移動太快了，而且一直被樹枝擋住。但再多看幾秒，白白的身體，短短圓圓的臉，長長的尾巴，終於我們真的找到了。北长尾山雀，而且不是只有一隻，是一大群。它們在枝椏間快速穿梭，一下跳到這邊，一下鑽進另一團樹枝，有時候只露出半秒，有時候稍微停得久一點點。那一刻真的很開心，那種感覺很像一整天都在努力解一道題，答案突然就從樹叢裡跳出來，而且還是一整群一起跳出來。我們找到啦！挑戰成功。他們眼睛好小，他們這樣，超可愛的，一個小芝麻。看到本鳥後，我大概懂了為什麼北長尾山雀會這麼有名。它們是長尾山雀的北海道亞種。本州地區常見的長尾山雀臉上通常有黑色眉紋，但北海道的北長尾山雀成鳥臉上幾乎看不到那種明顯的眉紋。所以看起來是一張白白的小臉，配上黑色的豆豆眼和短短的小嘴巴，遠遠看去，真的就像是一團雪球突然長出了眼睛。大家印象中的小雪精靈，通常是它冬天白白圓圓的樣子，但它的白臉不是冬天限定，冬天真正加分的是，它會把羽毛蓬鬆起來，讓羽毛之間含着空氣保暖，整隻鳥就變得更圓，更像一顆小小的雪團子。長尾山雀真的好難找哦。因為它們很小隻，然後身體又是白色的，就很像一坨雪在那邊。如果它們不動的話，也完全看不到。但還好，它們會一直跳，一直跳，一直跳。很小隻，通常會成群結隊出來，所以一旦發現了之後會很好找這樣子。剛剛一次一群，因為我一直都沒看到，就在那邊想有聽到聲音，但是不知道在哪裡。然後看到一隻跳，發現整群開始在那邊跳，就知道在哪裡。但是剛有一張很可惜，我覺得快門不夠快，要不然那張拍得很漂亮。當下看到這群雪球在樹上跳，快門真的是完全停不下來。但回台灣整理照片才發現，按了幾千張，居然挑不出一張真正滿意的。有記錄到沒錯，也有拍到他們在枝椏間穿梭的樣子，但他們真的太小，移動又太快了，常常是才剛對到焦，它就跳到另一邊。有時候明明就定格在正前方，偏偏前面就卡了一根樹枝。這就是生態攝影最真實的樣子。現場看得到，不代表你一定拍得到心裡想要的那張。所以這次對我們來說，算是成功解鎖了這個夢幻物種，但
還沒有畢業。下一次如果還有機會再來北海道，我一定要再來補考，拍出一張自己真正滿意的小雪精靈。拍到北長尾山雀之後，今天的找鳥挑戰其實已經成功了，但時間還有一點，我們決定繼續再往裡面走走。你是啄木鳥，不是啄土鳥哎，好可愛哦。继續走嗎？好，走吧。這裡的林道很長，我們這次其實沒有走完，因為積雪、泥濘還有時間都要考慮，而且太陽也在慢慢下降。但走着走着，你會開始感覺到，這個野鳥公園不是那種走到一個點，拍完一種鳥就可以離開的地方。森林只是開始，再往前走，風景會一層一層的打開。後來我們走到一個涼亭附近，这邊真的好美哦，應該是我們來北海道這幾天看到最壯觀的景色，就是好像仙境哦，超級漂亮。哇！更遠的天空，虎頭海雕飛了過去，巨大的翅膀從根室灣上方慢慢掠過。我們站在一個小小的涼亭旁邊，看着整個北方的海灣被傍晚的夕陽慢慢染上了顏色。那是這趟北海道旅程裡，我覺得最壯觀也最美的一段風景。但很可惜的是，鏡頭拍下來的畫面還是沒有辦法完全呈現當下站在那裡的感覺。原來北海道的冬天可以美成這個樣子。有啄木，哪裡啊？這邊。今天一開始，我們追着一串細碎的聲音，在森林裡找了好久，聽得到聲音，找不到身影，最後終於看見它們。照片雖然沒有想象中完美，但那個瞬間是真實的。第一次親眼看到小雪精靈，已經令人滿足。只是這一天最沒有想到的是，當我們繼續往裡面走，真正讓我記憶最深刻的是那片突然打開的海景。有些地方一開始只是用一種鳥把你吸引進來，但你真的走進去之後，才發現最難忘的可能是整片土地呈現出的波瀾壯闊。這一天，我們拍到了想找的鳥，也看見了比預期更大的風景。如果下次還有機會來北海道，我想我還會再來這裡，不是只為了補拍那張更滿意的小雪精靈，也是想再看看這片森林後面那片被流冰照亮的海。下一集我們要去住一間晚餐超好吃的民宿，也要繼續尋找北海道森林裡的夜行住民蝦夷凌霄。我是波霸，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啦，拜拜！這個公園超級推，大家如果有來的話，真的可以進去走一走。這個步道全長沒有很長，大概1.4K 而已，但是它裡面鹿啊幾百隻，應該有吧？看到好幾批，然後雪精靈什麼各式各樣的鳥，各種啄木鳥，各種咚，超級多。
可以進去逛一逛，不過要小心，他們2月的時候裡面有遇到熊，所以大家如果有來的話，自己要注意安全。好啦，謝謝大家收看，拜拜。我们開了一個 LINE 的社群，波霸的裝備袋，裡面有最真實的器材實測、配置建議，還有我私房拍攝的心得。如果你也是裝備控，或者對生態攝影有興趣，歡迎加入我的新天地，一起交流討論喲。未來如果有團購或是各種優惠資訊，我也會第一時間分享在裡面哦。連結就在資訊欄，讓我們在那裡繼續聊攝影、聊鳥鳥、聊裝備吧。我們社群見。